作为世界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，纽约不仅是全球金融的心脏，也是文化艺术和移民的汇聚地。结合查阅的资料和亲身的体验，整理了这篇文章，从城市的概况、行政的区划到华人聚集地与标志性的景点，一次性看懂这座永不沉睡的大苹果。纽约市简称 NYC， 隶属于纽约州，位于美国东北部，是全美国第一大城市，也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。这座城市依哈德逊河与东河而建，类似于上海的外滩。源于17世纪英荷战争后，荷兰将新阿姆斯特丹割让给英国，当时英国国王查理2世将其赐给了弟弟约克公爵，因此改名为新约克。20世纪初，纽约成为了无数移民心中的新天地，机会遍地，其充满了吸引力。人们称纽约为大苹果，寓意着人人都想咬一口。纽约市区人口约850万，连同周边的新泽西、长岛等都会区，总人口超过2000万，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都市圈之一。这里的官方语言为英语，但是拥有超过180种语言的多元社区。气候方面，夏季气温通常在30度上下，并不闷热；冬季则寒冷刺骨，气温可能降至零下10几度，与中国的东北部接近。五大区5种性格，我们常说的纽约通常指的是曼哈顿，但是纽约实际上是由5大行政区组成的，在这座美国的城市中并不可见。它们就像中国城市的区，却各自有着鲜明的性格。曼哈顿是哈德逊河上的一个岛，也是纽约最繁华的核心区域，是全球最密集的摩天大楼集中区之一，可以类比上海的外滩、广州的珠江新城，是全球金融、商业、艺术与媒体中心。多数游客口中的纽约，往往就是指曼哈顿。布鲁克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，1898年并入纽约市前还是独立的城市，如今它是独立的音乐、文化和艺术社群的聚集地。皇后区面积最大，和布鲁克林同处长岛。皇后区是全美国族裔最多元的地区，几乎每种语言都能听到。这里有美国网球的公开赛的举办地，法拉盛的草地公园内网球中心，以及纽约大都会队的花旗球场。纽约3大主要机场中的2个，肯尼迪机场、拉瓜迪亚机场也在此区。斯丹顿岛人口最少，但是面积是曼哈顿的2.5倍，以自然的风光和轮渡为闻名。乘坐免费的斯丹顿岛渡轮，可以远眺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，是游客们的经典体验。布朗克斯唯一与美国本土相连的行政区，这里有美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，6000多只动物，也是嘻哈和说唱文化的发源地。3大华人聚集区，纽约华人很多，几乎全城都有分布，但是最集中的地方主要有3个。曼哈顿唐人街始于19世纪中叶，是纽约最早的华人社区，早期移民多来自广东，所以粤语很常见。如今这里的商铺林立，从点心茶楼到中药铺子一应俱全，街头的中文招牌让人仿佛置身于国内。皇后区法拉盛，上世纪末兴起的新兴华人社区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华人。街区的氛围像极了国内珠三角的一些城镇，
这里是讲普通话的地方，也是观察新时代华人移民生活的重要窗口。布鲁克林八大道，华人数量最多的社区，尤其是福建移民，在这里甚至不用说普通话，直接讲福州话都能交流无障碍。曼哈顿与主要的景点。曼哈顿是一个狭长的岛屿，大致分为上层、中层和下层，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气质。上层是以文化和学术为主，有中央公园、大都会博物馆、古根汉博物馆、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、林肯中心等地标，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，氛围宁静，充满了书香和艺术的气息。中层，这里是纽约最繁华的商业与娱乐中心，摩天大楼鳞次栉比，有帝国大厦、克莱斯勒大厦、洛克菲勒中心等著名的地标。第五大道是世界级的奢侈品购物天堂，是全球时尚的橱窗。同时，这里还有百老汇剧院，每晚都有数十场演出，是体验纽约文化活力的最佳去处。另外，时代广场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，霓虹闪烁，屏幕林立，是纽约不夜城的象征。下层是纽约的金融与历史心脏，集中着华尔街、纽约证券交易所、世贸中心遗址。原来是双子塔，现在是自由塔。这里还有炮台公园，是前往自由女神像的轮渡出发点。下层不仅承载着美国金融的实力，也是911事件后纽约精神的象征。纽约以多元文化和活力，成为了无数人的梦想与故事的汇聚之地，让每个到访者都能找到自己的精彩。法拉盛，纽约的小型中国城，也是许多华人移民的第一站。街头招牌熙攘人群，美食琳琅，让人仿佛置身国内的街巷。这里生活熟悉，成本低廉，就业机会多，是新移民落脚的庇护所，也是迈向美国生活的跳板，比曼哈顿更有温度。每一条街都记录着华人的奋斗与故事。法拉盛位置在纽约市的皇后区，是全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。主街和罗斯福大道是主要的商业区，各类的商店、餐馆、市场应有尽有，从潮流的服饰到传统的药店、韩式的超市一应俱全。地铁的7号线约45分钟可以到达曼哈顿，巴士和长岛的铁路贯穿社区，距离拉瓜迪亚机场仅10分钟的车程。1645年的时候，荷兰人占领了这里，并命名为法拉盛，源自荷兰城市弗利辛恩。18世纪的时候，这里是美国重要的园艺基地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成为了电影和歌剧的中心。雷电华剧院名声显赫，2届世界博览会1939到1940年、1964年到1965年和美国网球公开赛让法拉盛声名远播。从荷兰小镇到华人社区，法拉盛最初是欧洲白人移民后裔聚居地。20世纪中叶，朝鲜战争后大量的韩裔移民进入，曾一度成为了纽约的韩国城，同时也有讲广东话的华人。60年代，台湾移民陆续到来，形成了小台北。
80年代，大陆移民大批涌入，包括偷渡者、留学生和务工人员，彻底地改变了社区的文化。韩裔随后迁往长岛和新泽西，为华人留下了更多的商业空间。21世纪，新移民不断地加入。911事件后，曼哈顿的唐人街华人北迁，法拉盛成为了全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。主街和罗斯福大道逐渐成为纽约重要的商业中心，也成为了最大的华人商业聚集地。走在法拉盛的街头，你仿佛置身本世纪初的珠三角小镇，招牌叠叠，中餐馆、书店、美发中心、按摩店、修理铺、杂货店应有尽有，各地美食汇聚，北京烤鸭、麻辣豆腐、上海小笼包，还有海底捞、喜茶等等连锁品牌。空气里面弥漫着食物的香气，街道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。人群是灵魂，这里覆盖中国各省份，普通话成为了主要的交流语言。街头可能遇到早期移民的后代，不懂中文，也有背着债务闯荡的年轻人，或者是投奔亲友、寻求机会的家庭。7号线地铁和法拉盛图书馆的播报，先是英文，后是中文，提醒路过的人这里是美国，但是又不仅仅是美国。一些勤劳的人靠胆识积累财富，成为了小老板，却依然留在了法拉盛。留学生和新一代的白领、医生、金融从业者、律师也陆续的加入。人口的流动性大，许多人先在这里落脚，语言和经济稳定后再迁往其他的地区。华人的生活习惯延续，深夜大排档，3、5成群的聚餐，马路偶尔闯红灯。中秋节、春节，街头张灯结彩，外汇兑换公司门口排队汇款回国的场景，像90年代国内打工潮的延续。法拉盛既是居住地，也是缩小版的中国社会。熟悉感和适应性是最大的吸引力，中文的招牌随处可见，超市、餐馆、药店齐全，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完成日常的生活。一位新移民连最基本的英文单词都不认识，但是在法拉盛住了10年，买菜、看病、交往都没有问题。熟人的网络进一步增加了归属感。生活的成本低，华人的超市和街头摆摊提供低价的食材和日用品。法拉盛不仅是聚居地，更像新移民的中转站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